大家好，我今天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个不一样的视频。我的频道里之前分享的大多数是园艺、美食或小手工之类的视频，但今天的这个视频比较特别。这视频是补充记录我和我家小朋友在自家院子里一起露营了40来天的有趣分享。因为当时是突发状况，所以在露营生活中，我没有想或计划去全程记录整个过程。但幸运的是，还是有随手拍了一些有趣有意义的事情。今天就来跟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那些天独特又好玩的时刻。因为是突发情况，导致我和我家小朋友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，匆匆忙忙收拾了一些东西，就搬到园子里去了，搭起了买了好多年都没有机会用过的帐篷。这就是我和小朋友接下来要住的地方了。记录就从这开始。说实话，大夏天住帐篷里真的是一个大挑战。头一天，我的心情还没有调整过来，而小朋友似乎没有什么影响，感觉他特别兴奋，一会儿给气垫床充气，一会儿给气垫床放气，要么就变着花样玩充气筒。当时我们露营的组合也特别有趣，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娃，再加一只猫和一只狗。住进帐篷的第二天，我就努力的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既然改变不了，那就好好享受这别样的生活吧。刚好小朋友也从来没有参加过学校组织的露营活动，就趁这个机会让他好好的过把瘾吧。这就是我们帐篷内的样子，很简单。我和小朋友的各自电脑，一个小型的家庭小游戏，小朋友的学习用具和他喜欢的相机，然后就是一些简单的备录。猫和狗当时看到我们住到帐篷里，两个都不约而同地在帐篷边上找到自己的地盘，也住下了。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我们也慢慢的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，甚至爱上了这样的生活。每天早上，这只可爱又忠心的小家伙都会准时在帐篷外叫门。进了帐篷后，就是各种的撒娇。在帐篷外，他也是跟我们形影不离。看他这个小爪子，感觉是在时刻保持警惕的样子。当然，他也有调皮的时候。看，他在偷吃我们的早餐。
原来猫是这样喝水的。后来就干脆也给它备一份，这样它就可以喝自己的了。在外露营也少不了一日三餐，我们室外只有一个小便携式的小煤气灶，一般是用它来做早餐和午餐。早餐和午餐我们吃的会简单一些，早上大多是去捡些新鲜的鸡蛋来做早餐，午餐一般会吃一些火腿和面包之类的，晚餐一般都是靠这个篝火，所以我们经常要一起去旁边的小树林里捡柴火，小朋友特别积极的参与。我也是经常放手让他一个人去完成，让他懂得如何生火做饭。Don't pull, don't pull. Let's 桌上的食材都是来自自家菜园里的。还有就是要感谢这串香蕉，它成熟的真是时候。小朋友也是很有生活仪式感的人，他用花和植物装饰着帐篷外的餐桌，特别显生活情调。每天晚上，这篝火都发挥着它最大的作用。有时候是我当主厨，有时候是小朋友当主厨，对小朋友来说特别的有成就感。这篝火还要帮忙搞定晚上洗刷用的热水和饮用开水。我们每顿晚餐其实也是很不错的。晚餐过后，我们也有很多的小活动，比如有时会陪小动物们坐在帐篷外一起玩。有时候我会和小朋友坐在帐篷里往外看夜景。有时候我们会打着手电筒去园里看蜘蛛们在上班的样子，看它们如何织网，如何捕捉飞虫。因为是住帐篷，又是夏天，早上只要太阳一出来，帐篷里就会变得很热，所以我们都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。
在露营的40多天里，也有碰上下雨天。有时候是大暴雨。要是好天气，早起的小朋友都会拉着我给他特制的一个捕蝶网去园里找蝴蝶。之前害怕会无聊，其实错了。白天有太多好玩的事情等着小朋友去发现。小朋友经常会请各种各样的蝴蝶和蜻蜓到帐篷里来玩。我也是第一次能这么近距离地观赏这些美丽的小可爱们。红色的蜻蜓很漂亮，带豹纹的蜻蜓也很特别。大家要是有注意看，每只豹纹还是不一样的。还有就是，我看这蜻蜓真的很像小型的直升飞机。当然，不得不服的还是小朋友，他竟然还能用花喂蝴蝶。蝴蝶超级的配合着，也让我近距离的观察到蝴蝶是如何采蜜的。太神奇了！露营竟然还养起了新宠物。It's done. I think no. Yeah, it's done. It's not hungry anymore.
We're really doing that. We tickles. Quick. 到了傍晚，我们都会放小可爱们回家。有的时候放晚了，他们就不认得回家的路了，就会停留在帐篷外过夜。到第二天天亮，他们就会自己飞走。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都知道，我家小朋友喜欢园艺，也喜欢动物，特别能发现我们不容易发现的植物或小昆虫。看，他在某一天又发现了这2个超级小的小虫子。第一只是小青虫，感觉像发丝一样细。它爬起来老是会莫名的触到我的笑点，太可爱了。Can you stop? 第二只就是这个小东西，它竟然背着一身的死蚂蚁，来把自己伪装成个头稍大一点的虫子。自然界真的很奇妙。小朋友还发现了这种蜘蛛，他跟我普及说，这蜘蛛的网是比普通的蜘蛛网结实好几倍。大的蜘蛛能用它的网捕捉到小鸟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还有一天，我们发现了这个超级特别的爱心，你们见过吗？反正我是第一次见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是每天都在满院子的跑，也经常会静下来，静静的学画画。我们一起画同一幅画，左边是小朋友画的，右边是我画的。我发现我是老老实实的按着原图画，但小朋友不是，他老是有自己的想法，经常会去改动原画。他是更贴近生活，比如他画的蝴蝶就更真实。他告诉我，猫的胡须是上扬的。他画的时候反复地看了猫好几次。再比如，他说鸽子是有鼻孔的。他老是提醒我说我画的鸽子不对，要改。我没有改，他就趁我不注意，在我画的鸽子上添上了鼻子。住帐篷的时间过得特别快，20多天过去了，我和小朋友却喜欢上了这样的生活，以各种理由不想搬回屋里，因为我们发觉这样的生活特别的简单，没有电视，也不会经常用手机和电脑，但又过得特别的充实。不知不觉过了40来天，
我们的露营生活结束的方式也很特别，是那天我和小朋友想一起做手工。我们做这个手工快要收尾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只蛇从帐篷边上掉了下来，那蛇离我们不到1米远，吓得我赶紧叫小朋友避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再叫猫和狗撤离。就这么一来，我们不得不结束这帐篷生活，乖乖地搬回房子里去了。40多天的别样生活给我们带来了好多好多的快乐，好多好多的发现，好多好多的惊喜，还有最后的惊吓。后来我还发现了一个遗憾，那就是小朋友用他心爱的相机拍的相片全模糊了。应该是相机在帐篷里受了潮，发现镜头处有一个像花霉的霉斑，导致所照的相片质量大部分都受影响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，希望朋友们喜欢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。